近期孟晚舟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2月12日，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向伦敦高等法院提出申请，以获得汇丰银行账簿等关键文件来作为此案的证据。这个案件自发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此事也把作为其中一个关键角色的汇丰银行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这个事件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体系。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事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如何行使金融霸权的？第二，如何打破这种金融霸权？历史会被比特币改写吗？第三，科技大佬们为什么疯狂投资比特币？第四，中国的数字货币 DCEP 有可能破局吗？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是中国香港最大的注册银行，因为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授权而成为中国香港3大发钞银行之一。另外2个银行是中国银行和渣打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的独立部门，负责香港的金融政策以及银行货币的管理。这样一家受我们监管的银行，有什么理由参与构陷孟晚舟呢？那美国又是如何行使金融霸权去干预企业间的跨国贸易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从金融结算系统开始说起。各个国家的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都会面临2种选择，一种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另外一种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但是交易过程中实际上是分成了3个步骤：交易、清算和结算。就比如说我刷卡支付了100块钱，跟超市买了2斤樱桃，我刷 POS 机输入金额，点击确认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交易，是在传递支付申请指令。然后银行就收到了指令，开始检查，看你这个是大额支付还是小额支付，是不是跨行支付，判断一下你这么穷还能不能买得起2斤樱桃。这个过程就叫做清算。最后检查没问题，银行就开始充当会计进行记账，然后把100块划拨到商贩的银行账户里。这个过程就叫做结算，是在执行支付划拨的指令。然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高度依赖 SWIFT 系统，也就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这个系统是干嘛的呢？传递支付申请指令以及传递支付划拨指令，参与完成交易和结算2个过程，但是并不参与清算。换句话说，它只管通风报信，既不负责检查交易过程，也不能把钱弄走。而这个 SWIFT 系统早在1973年就成立了，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10000家直接和间接的会员，每天参与的结算金额就达到了惊人的5万亿到6万亿美元，全年参与的结算金额大约2000万亿美元。可以说清明节你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全球对这个系统的高度依赖，导致了它成为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工具。他们曾经借助这个系统发动了数次的金融战争，比如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通过 SWIFT 系统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就以资助恐怖主义为由，要求欧洲100多个国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限制黑名单中的银行使用 SWIFT 系统。随后全球绝大多数的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对外的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如果没有这种霸权，全球自由贸易就压根儿不会出现孟晚舟事件。如何打破这种金融霸权体系呢？其实当前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SWIFT 系统已经运行了50多年了，技术架构严重过时，代码运行效率低下，大额汇款还需要纸质单据，大规模交易没有办法批量处理，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到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再加上1/1000的交易费率，交易成本非常高昂。原本大家还可以凑合着用，但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历史注定要被改写。这个人就是中本聪，他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我们过去关注的重点都在比特币犹如过山车一般的价格，却忽视了这篇论文的内容。这篇论文详细的描述了如何创建一套去中心化的电子交易体系，而且中本聪这个人则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什么呢？为了隐藏自己的国籍，他的初衷并不希望比特币被某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控制。换句话说，他并不希望比特币成为世界货币。否则，当比特币社区呼吁维基解密，接受比特币捐款以打破金融封锁的时候，中本聪就不会坚决反对，因为他知道比特币充当世界货币有一个很严重的弊端：如果全世界统一一
一种货币，而且这种货币的发行量是固定的，这就会导致一个国家失去对实际状况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经济好的时候自然没问题，但一旦有一个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它就必须要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世界货币。那为什么 Apple Pay 还要支持比特币支付？科技大佬马斯克更是购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并且星展银行也宣布将推出加密货币支付服务。这一顿操作导致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52000美元，这又是什么逻辑呢？不管这些企业有着怎样的商业企图，但都可以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表达出跨国企业对这种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加密货币的需求和渴望，从而给美元的数字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还有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这些机构和 SWIFT 合作成立了金融网关合资公司。既然千方百计的要绕过 SWIFT， 为什么还要合作呢？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今年春节，深圳、苏州、北京等城市在搞抽签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活动。仅春节假期的第一天，苏州就发放了3000万的数字人民币红包。抽中红包的就可以去线下实体店进行消费，而且商户收取不依赖于银行账户，准确的说就没有账户的概念，只有数字钱包的概念。以 DCEP 为例，境外企业可以注册安装由境内银行开发的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当需要进行跨境支付时，由境内银行提供运营服务，直接将资金转入对方的数字钱包，央行负责监管，这样在交易的环节就摆脱了对 SWIFT 系统的依赖。但是收到 DCEP 的外境企业在进行结汇的时候，就是按照汇率卖掉外汇的时候，依然需要 SWIFT 系统，因为它运营着目前国际金融交易中最重要的报文传送网络，所以我们才会与它合作，为的是将 DCEP 国际化。那这样我们想要绕过 SWIFT 系统的努力，是不是就功亏一篑了呢？并不是。咱们以开头的事件为例，香港星通就可以注册安装由汇丰银行开发的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华为可以把人民币兑换成 DCEP， 然后直接转进香港星通的数字钱包里，汇丰银行依然可以记账，但是却跳过了 SWIFT 系统此包的地址，然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孟晚舟事件了。